朋友们好，最近鱿鱼游戏太火了，甚至很多人说欧洲的未来都是韩国化的。很多人看了鱿鱼游戏去学韩语。其实我觉得好可惜，在我印象里，中国以前文化输出能力一点不比韩国差。因为成龙、功夫、中餐都是很流行的中国元素，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多人他们卖寿司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非常多人认为他们吃的寿司是中国菜，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要分享一下让外国人上瘾的神秘的东方力量。所以第一个神秘的东方力量是针灸。我的本科专业是学习韩语，有2个同学就是找到中医医生的翻译工作。在我们国家，中医医生真的是特别挣钱，都可以请到私人的翻译。我妈妈也是在医院工作，如果有医生遇到一个他已经无法治疗的疾病，他们会说这个疾病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能力，你去找中国医生吧。所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中文老师就教我们学习易经，原来是为了我们以后做中医翻译的准备。另外的神秘的东方力量是中菜，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老外的生活一部分。虽然每个国家都有美食，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国家菜真的是差不多，就是一块肉放进烤箱里面，或者火里面烤，或者煮成汤。但是中国菜真的是不一样了，太特别了。比如说我们国家可能是吃土豆最多的国家，但是我们一般只会烤土豆或者把土豆做成土豆泥。我不喜欢吃土豆泥，但是我第一次去中国餐厅的时候，发现突然可以把土豆做成土豆丝，而且吃起来脆脆的，就像水果一样。我奶奶跟我说，就是她做了一辈子的土豆，但是真的想象不到可以把土豆做成这样。这个不是菜，只是艺术品。所以我现在觉得每个中国人都是顶级的厨师。我男朋友做菜也很好吃。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武侠小说，最近一直听到在身边一些其他老外在聚会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拿着手机看，然后会一边练功夫的门派、功夫的招式，还会一边动起来手突然刷上2招。后来我发现他们是看中国的网络小说，特别是武侠的小说。为了看武侠小说，甚至会特意建一个网站，里面的人就跟中国人追电视剧一样，就是翻译章就会追着去看。很多人和我一样，认为所有中国人都会功夫，所以我们看非常多功夫电影。比如《醉拳》、《新警察故事》，还有比如黄飞鸿，还有叶问，就希望能学会功夫。现在我对这个电影里面的每个演员都已经非常的熟悉，例如成龙、李连杰、赵文卓。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些亚洲人。虽然我们国家人都很高很壮，也敢和熊打架，但是绝对不敢惹一个亚洲人，因为万一他是来自中国的嘛，那1.9米的肌肉男都会被他打趴下。好像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，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中国教授在街道上遇到一个拿枪抢劫的坏人，然后最后他用了功夫击退坏人。每次我看到这种新闻，我有决定中国人都会功夫的看法。我是一张弓，战是一棵松。但是后来我来到中国以后，我发现并不是这样。大部分人练习功夫是为了强身健体和拍短视频。其实中国现在非常安全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热爱功夫，因为功夫真的是非常有趣，而且可以锻炼身体。所以我在中国大学的社会里面也学了一点功夫，展示给你们看，各位先抽了。
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着去武林，我突然掉到悬崖底，发现了好东西。抬头一看，好多门派要抢我秘籍。你我远干，狭路相逢贤者胜。管你梦想五路长歌，太极少林九力，还是空洞天煞霸道决心，统统为我摆平。别说名叫峨眉古墓，武当逍遥万花，就算泰山横山都看我直发慌。我的秘诀很简单，狭路相逢不用干，轻松一点就通关。武林从来不加班，大侠轻松一点嘛。